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2局单挑局啊。这个房主呢开了一个黄金国的地图。这个人呢，我记得好早之前跟他玩过啊。他特别喜欢选个法国的，开局把基地拖到下面来，拖到那个左下角那个地方，对吧？我选了一个苏军了。当时呢，我也想把基地拖过去跟他抢地盘，结果我拖基地，我才发现他开的是3万开局。我感觉3万开局你抢地盘就不一定抢得赢他了，因为呢，他那个位置要离得近一点，我这个位置要离得远一点。他开局喜欢特别把基地拖到那个左下角，然后在那里造大炮、造防空。这个对手呢，把超级武器关掉了，也造不了铁幕，也造不了核弹了。我记得很早之前呢，我跟他玩过，我造了1万个 V3 火箭了，用 V3 火箭炸他，把他炸死了。你看他开局就把基地拖过来，对吧？当时我想拖过来抢地盘，我发现是3万开局，我感觉拖过去抢地盘估计抢不赢了，因为他那个位置离得近一点了。所以说我基地就在这里打开了，在这里打开呢也还可以啊。在这里呢，我可以把这个外面的矿呢给它守住，等一下看看能不能打快攻啊。我直接出个重攻出到下面，等一下打快攻看看能不能一波把它带走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出个6人。出个6人呢，把上面的飞机场占了。他这样开局把基地拖在下面了，外面的那个飞机场他就占不到啊。等一下占了那个飞机场呢，可以在这个地方甩一个矿场，把2片彩色矿都给他吃了啊。然后我们准备出个雷达，先造一个辐射兵啊。他造了很多的美国大兵，因为他把基地拖过来，他也害怕我快攻啊。所以说前期呢，他必须要造很多大兵，很多地堡来防守啊。所以说他开3万开局的，不开3万开局，他造这么多大兵地堡，我打发展他也打不赢了。就是因为3万开局比较有钱，我们来一个辐射准备烫他的美国大兵，他发现了，把美国大兵躲在后面，呢，我们坦克就过来，但是他巨炮出来了，不行，他巨炮一出来，你这3个坦克就打不进去啊！就是因为3万开局，他开局造10几个飞行兵，造30多个美国大兵加巨炮，你打快攻感觉1下2下也搞不死了。然后他换我的重攻呢，我们赶快出防攻。哎呦，这样的话呢，感觉打快攻打不下了。主要我还是拖了一下基地，我当时我是想着跟他抢地盘，然后我拖基地拖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才发现3万开局，我基地就在中间打开的，这样的话打快攻感觉不成立了。打快攻的话，他这个防守已经好了，对吧？我们只能打后期发展了。其实他这样玩的话呢，你就算跟他打后期发展，也不用怕他啊。他后期发展他也发展不赢我，因为他这样呢，只守住了一个角落里，外面的矿呢都是我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还想着打快攻啊，我准备造几个炸弹车试下看看能不能冲进去，把他油田炸了，把他巨炮炸了，等一下就有机会整死他啊。但是他有2个巨炮了，哎呦，有2个巨炮，走这个地方过去炸好像也不行了。我们准备走这边拐过去，看看能不能把他油田炸了。我这个炸弹车呢，只要靠近油田就爆了啊。然后我们直接冲过来，先把巨炮给他炸了。哎呦，这2个大炮加飞行兵，感觉这个炸弹车呢是进不去了，所以说呢，只能改变思路了，只能打后期发展了。现在急也急不了，只能先出牛了。我就把坦克取消了，先造4、5个牛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再造2、3个基地。到后期呢，我们可以造1万个 V3 火箭，或者造1万个基洛夫啊。等一下用基洛夫炸他，哎，先补个电厂。这个时候呢，打快攻已经打不下了，只能往后期打了。我们补牛呢，准备把这个桥给他打断了。哎，打断这个桥，他也开始出坦克了。我怕他这个坦克走不得窜上来呀。我们把这个桥呢先给他打断，打断以后再把基地拖到上面去，等一下在老家那个地方呢，把老家那个矿呢也给他守住啊。就跟他比后期发展，我们就快进一下啊。过了个10分钟以后呢，我发展起来了，我造了基地，造了很多重工。这个对手呢，一看我基地多，重工多，然后把外面的矿都守住了。他把桥一修呢，就直接冲到左上角去，要打我的牛车，对吧？他打我基地没用的，因为我家里已经有很多基地了，我造了4、5个基地。他一看我现在在这外面采矿，经济越来越好，他直接修了桥冲过来打我的牛车，没事的，我们坦克上来对吧？打基地给你打，我基地爆了没事啊，我基地多，哎，然后把你坦克吃完，我就在家里的疯狂的憋基洛夫，
其实他冲过来打我牛车也没啥用了，因为地图上的矿呢已经全部采完了，没什么矿了。他家里还有一点矿啊。然后我疯狂的造基洛夫，基洛夫呢多造点了，你不要一个一个过去，一个一个过去呢就容易被他打。他看我造了很多基洛夫呢，里面造了很多很多的防空啊，它里面有很多防空车、防空炮。我这个基洛夫进去啊，有可能会被他的防空打。一旦他的防空升了3星的话，我这个基洛夫还不一定整得死他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就配一点辐射兵，一定要配一点辐射。你不要基洛夫光走进去，万一基洛夫没打下来你就没了。因为我的进攻呢，我的进攻只有1次机会啊，因为我现在钱全部花完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没什么钱了。外面的矿呢也全部采完了，所以说我的进攻决战只有1次机会，打下来了就成功了，没打下来就输了，对吧？然后把基地卖掉2个，再卖掉1个基地换一点钱，再装一点辐射兵了。哎，等一下基洛夫加辐射兵，一杆子捅进去，成败就看最后一波。然后把这个辐射继续装车，多装一点。哎，装满，这个人也有一点慌了，看到我的基洛夫越来越多，他在家里的疯狂的造防空炮啊，我听到他造防空炮的声音，估计巨炮的没几个，他的巨炮的估计就2、3个啊，2、3个巨炮在那个山头上，只要我冲进去，把他的巨炮一炸，我的坦克就可以往里面冲的啊。等一下可以把牛车也拖过来，因为现在牛车没什么用了，它里面也有很多美国大兵啊，然后这个对手呢也开始出坦克了，我看到他又开始造飞熊坦克了，然后我们把家里的牛车全部拖过来，他又修桥了，你看又修桥冲上来，又要打我的牛车，我的牛车已经没什么用了，你看给你打也没事，我们直接把牛车拖过来送死啊！用牛车充当炮灰，他去打我的牛了，牛车不要了，给你打，我这边全部是伞兵啊，伞兵守住山头，然后我们的基洛夫往里面冲，对吧？哎，往里面冲，坦克的就躲在后面，坦克等一下上了，因为你坦克现在冲上去，它里面有巨炮，还有很多美国大兵，基洛夫拐进来，他防空打不过来，然后辐射兵窜进来，放辐射出来一蹲，哎，麻辣烫，把你的防空全部烫死哦。烫死以后，然后基洛夫炸掉油田，炸掉巨炮，把他油田一炸，砰的一声，然后再炸他的电厂，先把他电厂炸了，基洛夫兵分2路，然后这个辐射兵走上来继续烫防空，把他电厂一炸，再把他巨炮一炸，把他重工一炸，他把基地收起来了，基地炸不炸无所谓，只要把你这个东西炸完，坦克就可以进来打扫战场了。好，我们再跟他玩一局啊。第2盘呢，我们就准备来一个快攻的，对吧？给他来一个快的，来一个慢的。然后这一盘呢，我们就没有拖基地了，我在那个最上面了。刚才上一盘我是拖了一下基地打快攻，肯定是打不下了，因为我拖了一下基地发展慢了，对吧？这一盘呢，我们就准备直接先出6人了。哎，先出6人，然后把下面的飞机场站呢，等一下在下面甩个矿场，再出个6人呢，把下面的油田站呢，直接把重工甩在那里啊。他前面的防守是没那么好的，他前面的防守呢，只能靠地堡加美国大兵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油田站呢，再把这个油田站呢，把飞机场、油田都占了。这个狗呢，第一时间走的这个角落里来看它发展的怎么样。你看这一次它把基地搬到这里来了，上一次它是把基地搬到上面了，搬到这里呢，想在这里造地堡、造围墙，对吧？我们直接在这里甩个重工，然后直接造2重啊，造2个重工出坦克。他想占油田，我们这里藏了一条狗，咬死6人，哎，咬死6人，让他占这个油田没那么快。这个对手呢还造了围墙哦，你看。他想用美国大兵加围墙，我们直接来一个坦克呢，先打开他的围墙啊，然后我们赶快造雷达出辐射兵啊，趁他的空子部没出来，大炮没出来之前，看看能不能一波拿下他。等他的这个空子部出来，大炮一出来，你就不好打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在下面出个兵营。我现在是卡电的啊，卡电没事，只要辐射兵出来就有机会了。赶快造个辐射兵，他疯狂的造美国大兵，你看到没有？造了30多个美国大兵，然后空子部出来了，要造大炮，我不给你造大炮的机会，我直接点地堡，点掉地堡，你的大兵敢不敢过来？
我们这里有辐射，你造飞行兵，我们有防空，然后辐射一吨把你的美国大兵烫掉。他这个时候没有低保啊，他在造巨炮，你看到没有？造巨炮我就先打电厂，不要打机电。哎，先打电厂，你巨炮出来没有电，直接没了啊。